有很多人曾在评论区问我怎样克服拖延，明知有事情要做，但难以动身，效率特别低怎么办？希望这是你每次卡住时都可以重刷的一个视频。这个视频也是做给我自己看的。我身边有很多从事艺术创作的朋友，在和他们深入交谈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过以下的情况：画面深入不进去，所以一想到画画就想逃避；认为自己没有做某事的经验，所以无法启动尝试去做；怕创业会失败，不敢踏出舒适圈；因为赚钱太忙，没有空去做自媒体；因为太累了，想拖到明天再做某件事。为什么我们总停在开始之前？为了解释这件事，我理出了一张诱因图，大家可以通过参考这张图了解自己目前身处在哪。感觉不够完美，不知道怎么做，缺乏动力，纯粹逃避。这几种诱因会互相激活，彼此交织，形成闭环，导致你越想做好，越不敢动，越不敢动，越焦虑内耗，形成十字围杀，彻底摧毁我们的行动力。想想吧，给自己布置任务的是你，拖着不做的也是你。在这两种自我对抗下，人怎会不讨厌自己？当精神活跃而行动力不足，那么内耗就此形成。这并不夸张，这是很多创作者的日常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失眠、食欲紊乱、精神枯竭、能量低下，这些都是如影随形的感受。久而久之，甚至会诱发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。如果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，这件事没做成，你会后悔吗？后悔的话，那就跟我一起看看我能做些什么吧。解法一，就先做一坨。既然万事开头难，做不出是吗？别再说你要看什么教程，买什么工具装备了，先什么都别管。现在把手弄脏，乱搞，做一坨粗糙的。烂得要死也没事，因为除了你，没有人知道这个阶段你干啥了。注意，重点不在质量如何，而是打破僵局，开一个坑先。你要先创建出不完美的种子工程，在这一步，启动比完美更重要。Now, not how。我们即刻来个倾泻式的华丽开局，拉爽，敢拉，多拉，无所畏惧。别跟我说你连一坨垃圾都没有能力做出来。我也把它称为呕吐式工作法。呕吐式写作，想到什么写什么；呕吐式绘画，看到什么就画什么；呕吐式发言，闷到哪就说到哪。我曾和向我求助的网友说，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考虑，思考不会带来答案，行动会自己带来答案。我也曾经和因为逃避画画不想跟我分别回家的插画师朋友说，你今晚无论如何先打开工程文件，投点时间进去。然后第二天他告诉我他细化好了。也有朋友想做自媒体创业，但是感觉没准备好，也没有什么经验。我说你先做第一个视频，不论做成什么样都行。总之记住，空白画布永远不可能变成艺术品。先把你有的一切抛在空白画布上吧，卷子乱填也比空着好，对吗？解法二，失败的实验品。倾泻的东西90%可能都是垃圾，但不重要，挑能用的那坨优化。失败是成功之母，这句话已经讲烂了，但很少人悟到真谛。怕失败就不会有开始，不开始就不会成功。在失败的糜烂土壤中会诞生出成功的种子。失败品中总有能用的或者不那么失败的一个，把它拎出来，这个是我们的获胜实验品。这个过程非常随机，但也非常微妙。换个容易理解的说法，就是乱填的卷子里总会有几题答对，这就是我们的基础分。解法三，在迭代中完成。当我们有了一个超烂但完整的初稿，你肯定不会想就这样交掉。现在事情开始变得具象起来，你会开始主动修缮一些细节，补充一些逻辑，优化一些结构，雕刻它，迭代它，反复改上无数次，需要我们有充足的耐心，需要内心充满希望。你真的爱这件事，想做好这件事，你就不会在迭代中感到痛苦。让你的爱推动事情进行下去吧。每一次迭代都在训练你从一坨到杰出的能力。随着作品被打磨的趋于精细，你会越来越自信，愈发熟悉这种直觉，越知道后面要往哪去。解法四，准备你的创作圣坛。如果说前几点比较偏向内心主观活动，那么这一点是关于客观存在的。我们创作的环境要舒适，要有所设计，就要像圣坛一样对待它。没错，你需要一个独属于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创作圣坛，固定的空间，固定的时间段，一些固定的仪式。比如我习惯做东西戴上耳机，把我的屁股固定在椅子上，设定一个倒计时，播放音乐白噪音，泡上一杯咖啡。只要一闻到咖啡，我就感觉我该开动了。当你进入到圣坛，大脑就知道 OK，
现在什么都不干，我们只创作。这是一个能够让你顺利产出的安全区，条件反射一旦形成，意识会自动影响你的行为。第5条，富贵险中求，别想着不劳而获，去吃点苦吧。如果你想成功成为前1%，那就要做99%的人都不愿意做的事，吃这些人吃不了的苦，反常识，逆而行之，那么成为人上人也无非是早晚的事了。第6条，重新定义拖延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你可以关注一下，当你在拖延时，你总是在做的那些事，这些事可能才是你真正重要的事情。有时候啊，承认某些东西不适合我们，走上我们真正渴望的方向，不见得是坏事。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些我看过的和正在看的跟增强行动力有关的书籍，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，对你应该也会有帮助。10x is easier than 2x， 与其追求微小改进，不如直接做10倍的更大胆的事。$1 Million Weekend， 书里反复强调一句话 ：Now, not how。别纠结怎么做，先决定现在就做。我在这本书的影响下，开启了我的付费视频系列，以及 Show Your Work 和 Still Like an Artist。奥斯汀·科隆的书我推荐过很多次了，这里就不赘述。视频最后发起一个挑战，看完视频后选一个被你拖延到快发霉但一直超想做的那个项目，创建一个粗糙的初稿。规则如下：1. 定时60分钟； 2. 允许做得很差； 3. 完成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做了一坨。就这么简单，现在就可以开始倒计时做了。记住，先大胆做一坨，再打磨成杰作。如果这期视频让你受到了启发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，支持一波吧。如果你对这类内容感兴趣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邮件，我会给你的邮箱发送深度纯干货长文。这期视频我换了朋友 Kitty 设计的新衣服，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看看她的作品。我是子梦，我们下一集见了，拜拜。